伊朗总统出访中共国，从原计划的3天半缩短到2天。请问七哥，这中间发生了啥？谢谢。发生了啥？事儿很大，大家都注意到这个细节非常好啊！这就是爆料革命战友的国际政治修养素质已经都提高了。莱西在中国啊，跟习死皇最核心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哈美内伊之后，我要掌控所有的不是4000亿啊，实际上已经达到7000亿了。这个财富和石油啊，这些财富，然后让习四皇要是成为那个到现场来出席的、访问的，而且向伊朗政府承认宣布，我们愿意把这权利给莱西家族。这件事上，习是有条件的，习的条件非常清楚啊，我可以给你背书，我也支持你莱西，我也同意把中国的石油继续给你做，这些财富归你调拨，但是你要帮我一个忙，这是第一个条件。这个但是太机密了，我不能告诉你们啊，过一段说。第二条啊，莱西提出来，他要对以色列动手，他要气球，他要更多的无人机生产线的技术啊，他要他动手。习非常清楚地告诉他，气球可以给你，生产线都可以给你，但是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办。中共认为把整个伊朗南部，大家现在上网查一查，伊朗南部它有几个码头、军事基地、出油港啊，特别是跟那个阿联酋中间的几个岛的几个军事港，还有上面那个岛上还有已经有的军事基地、航空基地已经荒废了的，说必须无条件的租给我100年，1分钱没有。啊，就是共军要入驻伊朗南部，啊，霍斯湾啊，叫阿利亚港，还有它那个阿联酋之间那个小岛上有一个军用机场，你看看上面都有，啊，是这个2战后荒废的，现在已经是地下工程快完成了，包括伊朗的那个石油储备港啊，它全部都要接过来，啊，这就对巴基斯坦啊。还有这个“一带一路”啊，马六甲海峡呀，啊，甚至对整个大运河、埃及大运河都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这是第2条。第3条提出来啊，西太阳啊，整个伊朗的现在通信都是华为的，是吧？现在要把伊朗的所有通信要国家宪法化，任何情况下你不能踢出我华为去。必须要永久式的，你啥情况下你不能踢我华为？你拿什么做担保呢？就是我的军事基地也要永远的宪法化。就我到你国家去的军事基地，任何情况下你不能把我撵走，你撵走我就跟我开战。我的通信也是永久的，然后你的石油，特别是伊朗的好的那些油啊，特别棒的高质量的油，特别好的油啊，也是签订个100年计划。这100年计划这油不管任何情况都是给我，然后有一个固定价，然后呢要求伊朗的所有的石油一半要给人民币结算，一半中共来安排欧元或其他美元，他们叫做国际货币代付系统，代付方式就是你被制裁了，是吧？我怎么帮你呢？是不是啊？莱西去买爱马仕，去买 G Fashion， 去买 G Club 莱西怎么办呢？共产党找了新加坡的公司，新加坡是共产党现在最大的洗钱地方啊，几乎共产党的60%、70%的洗钱都来自新加坡。然后现在美国如果不对新加坡制裁，美国就会出大事，很快会对新加坡下手啊。就新加坡公司代支付，韩国公司代支付，卢森堡的公司代支付，或瑞士公司啊，一半我来帮你支付，宪法化。莱西这3条都答应，可以，冇问题了，是吧？第4条啊，听说出了大事儿啊，大家想想啥事儿啊？我先让大家猜猜啊。
3分钟啊，下边猜不出来啊，我就不回答。你们如果一个人沾边我就回答。等待期可科啊，伊朗和美国数字人民币。好，我觉得战友还是非常棒的啊。这个数字化人民币啊，要求伊朗啊必须要把数字化人民币和整个共产党支付系统成为伊朗的所有的国家支付系统，而且要宪法化啊。行了，能源50%已经是吧人民币化了，要把国家人民币化，这基本上这就是掐死他了啊！莱西以身体不适说可能染上病毒，同时国内听说有造反的就回国了啊！对爆料革命这是大好事啊 ！Take down the CCP, take down the CCP, take down the CCP.